别签，我还没满月呢，3000万买我，明朝祖宗都得土里坐起来骂街。明中期官窑青花品相完整，市场价3000万。3000万，裴大师亲自断的，那肯定。盛总今晚要捡大漏了。别签。文烨，谁让你说话的？这不是萧青店里搬箱子的吗？一个打砸的也敢拦300万的局。小叶，下来，这是裴大师的场。别下来，照我底，底下有长马，再晚我就要被供起来当祖宗了。文烨，你只是工作人员，别为了出风头砸场。我不砸场，我照讲。你说他假？假。年轻人，见稿不是喊口号。你说假，凭什么？釉面符光一打就发白，真老货的光往里沉，它这个光在表面飘，底足这圈火石红也不对，真东西烧出来，它这个红的太满，像怕人看不见，专门涂了一圈，这红的跟开了美颜似的。少拿外行话带节奏，古瓷保存环境不同，反光本来就会有差异。明代青花有国产料，也有回青混用，发色深浅很正常。至于火石红，裴大师开土的电烧方式不能都会影响。这会专业，不是搬几年箱子就能装鉴定师。小叶，算叔求你别犟，给裴大师道个歉，这事还能过去。小子，要不算了，我是假货，脸皮厚，你是真活人，别被他们弄死。文嫣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放下灯道歉。我可以当你年轻冲动，如果我不呢？锦城古玩圈很小，小到你以后连搬箱子的地方都找不到。裴大师，既然没问题，让他照一下平底，3秒。不准照！为什么不让照？照啊！真东西怕什么？照。关掉，先别拍。把灯放下，你怕了？关什么照啊？裴大师不会真怕吧？谁让你们乱拍的？保护藏品！松手！再动把你拖下去！别松，底下真有，我长马还新鲜着呢。裴大师，我花3000万不是买一场黑屏，盛总误会了，不是不照，是不能让一个无资质的人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接触3000万藏。我只是照底，不碰屏。你说不碰就不碰，刚才全场都看见了，你带着情绪冲上来，张口就说假，现在让你继续留着，公平吗？他刚刚已经公开污蔑藏品，接下来无论看到什么，他都会说是假的。盛总若要公正鉴定，就不能让一个带节奏的人留在现场。这话有道理，鉴定生怕陷入。那就让盛总自己照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小子，他在拖时间，但他必须先离开。小叶，听话，先下去，别把事情闹绝。刘叔，真相还没照出来。裴大师说会照，你信他？带走。他们根本不敢照。等等，灯坏了，别乱动。我刚才是不是看见数字了？2025，我看见2025了。看错了，强光反射而已。盛总，你也看见了。盛总，眼见未必为实，刚才灯光乱晃，任何反光都可能被误认为数字。先让无关人员离场，再做正式检查。正式检查还是正式清证据？文烨，话说出口要负责任。平底亮出来，我现在就负责。裴大师，我要看平底。可以，先把他带出去。盛启年，别让他们单独碰平底。完了，他们要摸我底，他们要摸我底。现在把底足清干净。你敢动证据，我就让你当场翻不了身。我马呢？我那么大一个马呢？他们唬我嘴，还唬我屁股，这叫保护藏品，这叫毁尸灭迹。各位看清楚，平底干干净净，根本没有所谓的现代喷骂。不对啊，我刚才真见2025了。强光乱晃，看花眼很正常，总不能因为你看错就说裴大师造假。裴大师，这圈黑的是什么？老瓷底足护蜡，防潮防磨损，古玩行常见，常见到刚才没有，现在才有。你刚才照到底了吗？没照到底，你怎么知道刚才没有？大家听见了吧？大家听见了吧？他根本没证据，从头到尾全靠嘴边。小叶，别说了，真的别说了。梁飞白，你拇指上的黑蜡刚从哪儿蹭的？手伸出来。刚才整理展台，沾点灰而已。展台灰是黑蜡味，重蜡混石墨，
刚抹上去会发亮，手套一蹭就留印。老呼蜡不会这么浮，也不会这么粘。他手套上真有。刚才裴大师不是说老呼蜡吗？老蜡怎么会蹭手上？好，抓他手！他刚才还用袖子蹭我屁股。文彦，你观察的不错。刚才为了保护平底，我让飞白补了一层护蜡，操作不够规范，是他年轻。盛总，真正的问题是，他说平底有现代喷码，现在平底没有。恢复拍摄。裴大师，这就不用了吧？既然刚才有人公开质疑，那就该公开澄清。文彦，你刚才说平底有2025喷码，现在没有，你是承认自己看错了，还是继续污蔑裴大师？小子，对不起啊，我一个假货，害你成了假人。你不是想要真相吗？没有证据的真相叫造谣。年轻人，犯错不可怕，道歉吧。小燕，低个头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我不道歉。你还嘴硬？平底被你们动过，那串码还在。好，既然你坚持，那就签。如果你坚持去蜡刮底检测，造成任何损伤，3000万估值。文彦，现在告诉所有人，你敢签吗？文彦，签啊！不是说真相在平底吗？不能签！你拿什么赔3000万？小子，别签了，我本来就是个假货，不值你一辈子。不签也可以，那就说明他所谓的真相只敢说不敢验。3000万谁敢签？可他刚才真相看见了什么？认错吧，说你看花眼，说你污蔑裴大师。文彦，刘叔，我2年前已经低过一次头。这份声明不能签。秦建威，赵烨拍卖那个女老板。秦总，这是搞完成的鉴宝会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来看看3000万官窑为什么怕一盏灯。秦总，请注意用词。你手套上的黑蜡擦干净了吗？条款写的不错，谁操作谁赔偿。可这里没写，如果平底原本就被人动过，责任由谁承担？秦总，你这是怀疑我？我怀疑这只瓶子。富婆姐姐，救命恩人，快给我洗屁股！你会不会去蜡？会。会不会伤釉？用热风软化，以纯擦蜡，不刮胎，不碰釉。不会。那就做。不行，这不合流程。你刚才抹蜡的时候走流程了吗？秦建威，你确定要替他担这个责？我不替任何人担责，工具我给，路你自己选。谢了。别谢，做错了我第一个让你赔。公平。裴老师，货主刚来电话说这瓶子不卖了。不卖了。私人藏品，货主有权撤回。各位，突发情况，藏品撤出，本场鉴定到此为止。刚要验就撤，你可以继续怀疑，但货主不愿意配合，谁也不能强迫。查入场登记。现在。他怕的不是去蜡，他怕货主露出来。货主公司法人裴松，裴松是你外甥，所以你撤的不是货，是证据。盛总，我见过的藏品上万件，不可能每件都查到最终持有人。那现在查到了，继续。不行，货主已经撤回。货主涉嫌关联交易，藏品涉嫌造假，现场这么多人见证，你现在拦是保护文物还是保护证据？拍清楚。轻点，轻点！我虽然是假货，但也怕烫。忍着。你在跟谁说话？跟你。乙醇比例不对，会伤釉。无水乙醇挥发快，不伤釉。你怕伤的不是釉，是蜡下面的东西。那是什么？窑裂，老子常见。窑裂会横平竖直。爽，老子终于不用装明朝老祖了。 JCD 锦州瓷都厂缩写，2025年9月批次。裴大师，明代官窑用拼音缩写。真是假货！2025年的明代官窑，3000万买个未来文物，也许是后期收藏编号，收藏编号刻在标签上，不会烧在釉层下。除非明代也有激光打码机。我看走眼了，3遍鉴定，外甥货主，官拍抹蜡。 这也叫看走眼？古玩鉴定没有100%，可造假关联有没有100%？裴松的公司3个月前才注册，今晚这只瓶子
是你推荐给我的。哼，你们想凭一只假瓶把我定死？我裴鹤堂见过的真东西够开3个博物馆。这只瓶子我认失误。文彦，今天你赢了一只瓶，但没赢这个圈子，那就一件一件赢。小子，他不会罢手。来我这儿。秦总，你敢收他？一个无证无师腾，只会砸场的人。没证就考，眼睛是真的就行。文彦，我欠你一次，别欠。以后买东西多照点。小子，小心他手上的扳指。籽料，我籽个头！酸餐染色泡的我皮都快脱了，还敢报价80万？怎么，第一天上班就不适应？适应，就是他有点吵。他2年前开始，不只听见古董说话，偶尔关键物件上会浮出残影，但残影不是证据，他们只会喊痛、喊冤、喊错位。能把人定死的永远是现实里的痕迹。我是说，这块玉的毛病很明显。说，皮色浮，裂隙处颜色堆积，毛孔不是天然冲刷出来的，是喷砂打的。结论：山料、酸蚀、染色、做旧。放屁！秦总，你们照业拍卖就请这种毛头小子？我这可是清代和田籽料。清代？我上周还在直播间9900包邮。蒋先生，鉴定还没结束。不用鉴了，这东西裴鹤堂大师看过，说真。裴大师最近含钾量有点高。你说什么？天然籽料不会这么亮，酸死过，填充过，染料渗进列里，灯一打就藏不住。仪器也会误窜，传家宝不能乱照。刚才说清代，现在说传家。我祖上传下来的清代玉不行吗？祖上？他祖上是物流仓库吧？盒子标签还没撕干净呢。蒋先生，你祖上是不是叫老颜真选？蒋先生，这个祖宗挺会带货。贴纸能说明什么？我买的时候盒子就是那样，但裴大师说过，这玉有收藏价值。收藏可以，但不是80万。小子，你别以为踩了裴大师一脚就能在圈里横着走，得罪裴大师，你们照业拍卖也别想安生。先贴表弟先送拍，我们会在图特做现代仿玉来源存银。如果您撤拍，按合同付违约金。我还没签合同。您进门前，助理已经让您签了委托初审确认。这个女人看起来什么都没做，但每一步都把人后路堵。裴大师不会放过你们，让她先把名字倒着写完。别带我回去啊！我想留在专业机构。你刚才看见贴纸前，好像就知道它从哪儿来。细节会说话。希望你一直这么解释。谁陪同？裴鹤堂。闷死了，闷死了！怎么了？这画下面还有东西。闷死了！上面这层丑东西压了我70年。听出问题了。秦总，这幅青出山水，裴大师已经看过，2000万少1分不谈。鉴画和看平底编码不一样，画里没有激光码给你捡漏，画里有别的。什么意思？这画被接过。胡说！老子祖上传的东西。祖传？你爷倒是传了个哪个胆子，敢把我压下面？下面还有东西。有一层画被这张山水盖住了。不卖了。钱先生，送拍委托初审确定已经签了，撤可以，按合同付违约金，并注明撤回原因。怕你们调包。调包通常发生在不让验的人手里。别把事情做绝。文彦说下面有画，总不能靠一句话定声明。那就透光。不行，古花翠，灯一照就坏。灯罩会坏，挂墙上晒太阳就没事。去透光室。落款呢？惠南田，钱总，你早知道下面有画。70年前，就是钱家把我压起来的，所以这不是祖传。燕，话别说满，投处理说款不等于话多了。裴大说刚才这幅山水2000万。钱先生，这件作品来源存疑，照月拍卖环暂停接收，并建议报备。不能报，报了我店就完了。你店里还有多少这种东西？问得好，问得。文彦，你现在是在逼人，我是在逼假货让路。
很好。公开鉴宝会，100件藏品，错3件出局。裴老师问你，敢不敢来？小心，他们要让你听错。文燕，你敢来吗？地点，你还真敢接，我接。100件藏品，至少1半是坑。他不是要你鉴宝，是要你当众出丑。秦总心疼员工，怕他没证被打回原形。你师傅刚被一个没证的打回去2次。好，3天后锦城公开鉴宝会。你知道自己最大的漏洞是什么吗？没证。你能看出别人看不出的东西，这是优势。但如果有一天这个优势不灵了呢？小心，他们要让你听错。3天，白天看货，晚上刷图。资格考试报名我给你安排。你信我能考过？考不过扣工资。你是道光？别问，问就是康熙，都姓清，差不多。你是盘子，本来就大。灯拿歪了，照得我脸大。别摸我，那科普手游都能炒菜。秦总，他真这么准？准不是最重要的。那什么重要？他每次说结论，都会找证据补上。怎么了？有人在把你往旧案上引，也可能是在提醒我。公开鉴宝会之前不要乱查。裴鹤堂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让你分心。先赢眼前这一局。挺会写。别笑，镜头拍着。文先生，欢迎，欢迎。今天没有2025喷马，也没有被压在底下的话，全靠真本事。哼。怎么？他们在等。等什么？文言，开始吧。别摸盖，盖是后配的。文燕，今天没有平底编码给你捡漏，错3件就当众向裴老师道歉，退出鉴宝圈。开始。年轻人有勇气是好事，希望你的眼力配得上你的胆。别摸盖，盖是后配的，丑得我3天没睡。壶身清碗盖后配，估价砍70%，正确。染色，染得我像泡在酱油里。现代染色仿古，略细挂色，土沁浮在表面，正确。现代带仿战国，绣服泛线乱，底部打磨痕太新，正确。民国粉彩，底牌后加，清碗木雕，金漆重修，玉牌是新工老料，不能按明代卖。他不是靠运气啊，这速度，裴大师你连施球也未必行吧？第31件，明代木雕佛像，请。10秒。明代木雕，清末重修，底座被开过，里面应该有修复纸条。这次太顺了，我知道他在让你赢。终于来了，规矩镜。第47件，西汉规矩镜，锦城博物馆借展藏品。文先生，刚才不是很快吗？这件怎么不说了？鉴定不能靠犹豫。别问。文燕，你刚才在听什么？别问。你鉴定的时候一直像在听谁说话。鼻烟壶、玉璧、佛像，现在这面铜鸡也是，大家不觉得奇怪吗？他到底是靠眼力，还是靠装神弄鬼？确实，他刚才像是在等什么，不会真是演的吧？我在听你废话。少耍嘴皮子。第47件，西汉规矩镜，你给结论。文燕，鉴定要落到证据上，你若看真就说真，若看假也要说得出凭什么。西汉规矩镜。文先生，刚才30多件你都能一口断定，怎么到了馆藏铜镜就不敢确定了？改还是不改？别说，他们会砸了我。改。改成什么？现代高仿，
他说馆藏是假的。文言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面铜镜来自锦城博物馆借展，有登记编号，有馆方备案。汉镜范作文是讲连贯逻辑，这里多出一道错刻，不在主线里。秀曾太君允贴着错刻走，真老朽不会这么听话。就凭一道痕？文彦，刚才那些民间藏品你说错了，最多是眼力问题，但这件是馆藏借展，你现在质疑不是锦城博物馆？你敢说博物馆藏品是假？你敢说馆方也看错了？别问了，真的会被砸。谁会砸你？大家听见了吗？他又在自言自语。他是在复述鉴定思路。复述给谁听？给你。文彦，有些话说出口就收不回。我说他是假，不是因为我想赢，是因为他不该出现在这里。我不是他，真正那面3年前被换走了。这面铜镜被人调包了。文彦，你知道污蔑博物馆是什么后果吗？他说馆藏被调包。文彦，证据。我不是他，真正那面内圈有一颗沙眼。这面铜镜的内圈没有沙眼，没有沙眼就能说明是假的。文彦，你现在连碰瓷都不装专业了。3年前，南库3排7号。查锦城博物馆3年前南库3排帅7号出入记录。荒唐！馆方资料是你想查就查的。怕什么？如果这是真馆藏，查记录只会证明你们清白。联系馆方，申请核验3年前高清备案图。秦总，你这是要把一场鉴宝会变成对博物馆的公开审讯？不是审讯，是复核。馆藏文物更该经得起复核。如果真有备案图，一对就知道。可要是真调包，那事就大。大家别被他带偏，他刚才一直自言自语，现在又说的像亲眼见过南库，他怎么知道3年前的事？文彦，你到底是会鉴定还是会编故事？证据会说话，那你倒是让证据说。盛总，你刚才说过3000万不是3000块，现在这面铜镜如果是真馆藏，价值远不止3000万，你敢不敢联系馆方高层？我敢。盛总，馆方不是商业机构，别把事情闹难看。裴大师，难看的不是复核，是怕复核。那晚灯坏了一盏，有人戴白手套、白箱子。3年前南库监控维修过一次，那晚有人用白色文物箱进出，箱子上可能有红字。胡说！你这是编细节，你越说越离谱。我说南库，你急什么？我要锦城博物馆3年前西汉规矩镜备案图、高清原图，现在。不是借，是核验。今晚公开鉴宝会，疑似出现馆藏调包。够了，裴大师，您终于急了。文彦，有些门打开就关不上，那就别关。备案图传来了。看内圈。这不是同一面镜子，真的不一样，光线角度不同，拍摄误差而已。沙眼不是美颜滤镜，角度变不了有无。图是馆方档案室刚发来的，加盖电子水印，谁要说伪造，现在就可以报案。一张图只能说明馆方备案和现场实物有差异，差异到真镜多一颗沙眼，假镜少一颗沙眼。文物长期展存、修复、清理都可能造成表面变化。沙眼是铸造缺陷，不是灰尘。它在铜胎里，不在锈层上，清理不掉，不会凭空消失。就算现场这面有问题，也不能证明和裴老师有关。南库3排7号，箱标红字。查南库3排7号出入记录。盛总，你越界了。裴大师，3000万假屏的时候，你说我看热闹；现在馆藏调包，你说我越界，你到底怕我查到什么？同步联系馆方纪检和文物犯罪调查队。文彦，你知道自己在碰什么吗？文物。还有偷文物的人。3年前那晚，南库监控维修，3排7号出入记录有白色文物箱。当晚临时顾问签名人裴鹤堂。裴老师，巧合太多就不像巧合了。我受邀进馆做顾问，签名很正常。监控维修也不是我安排的。白箱子，红字，鹤堂雅藏。那只白色文物箱上有红字，写着鹤堂雅藏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线索会指向答案。不，你不是会鉴定，你是听见了什么？你是听见了什么？大家听见了吗？他不是靠专业，从第一只青花瓶他就一直自言自语，
一个没证的搬香工突然百发百中。梁飞白，别转移话题，现在说的是馆藏调包。秦总，我当然要讨论调包。文燕，你没去过锦城博物馆南库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不重要，备案图、南库记录、签名，证明3件事。证据链在这里，你们只盯着我怎么发现才叫心虚。证据链，文言，你说的太轻巧了。备案图有差异，只能证明要复合；签名只能证明我去过。白箱子和红字是你的一面之词，你解释不了自己为什么知道这些。别和他争能力、争程序。谁是现场负责人？韩队，赵燕拍卖秦建威，我们报的案。这场误会。我问现场负责人，封存现场实物，调取全程影像，联系锦城博物馆核验原始备案。韩队，我愿意配合调查，但我也要求对文燕的异常行为一并调查。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对，他刚才一直在自语外。我解释不了你们看不见的东西。错刻、异常锈层、沙眼缺失、备案不符、南库记录异常。裴鹤堂先生，请你也跟我们走一调查。他风清时也不是这样。别看了，骂你的人不需要证据，夸我的人也不一定需要。你现在最危险的是说不清自己怎么知道的。是裴鹤堂，是你说不清自己怎么知道。铜镜案他能用证据证明，但南库3排7号和鹤堂雅藏，你怎么解释？秦总，文顾问的成绩出来了，恭喜文顾问。能涨工资吗？看你下个月表现。资本家，有证的资本家顾问，证来的正好。铜镜案有结果了，铜镜确定有问题，原件失踪，裴鹤堂昨晚被带走协查。然后呢？律师到了，他今天上午离开了。签名不能证明他调包。翻到2年前一份宋代瓷片修复报告，报告告负责人陆怀章，举报人文燕。文燕，你太年轻，不懂规矩。原始检测里补配料年代不对，胎体微联素对不上，那不是正常修复，是拿现代补片伪装原件残片，是赝品。也就是说，当年那件东西可能被替换过，不是可能，是一定。哪件东西？宋代定窑白瓷残件，项目委托方是一家私人收藏基金，基金背后有裴鹤堂的顾问签字。青花瓶、铜镜修复报告不是单点造假，是链条。谁发的？一个知道我旧案的人。我跟你去。太安静了。安静才像学校。我上学时，安静一般代表有人要倒霉。文燕，好久不见。陆老师，他就是文燕，当年举报陆教授那个，不是说他造谣被赶出去了吗？这次不是冲，是查。你带警察来了？没带警察，带了律师。赵烨拍卖的秦总，陆教授记性不错，他换了我，标签没换。别碰，实验室标本不是你现在能随便动的。第17原始报告里第17体微联素和其他残笔质，我当年指出来，你说我操作污染，你本来就操作不规范。那块颜色不一样。够了！2年前，我就是因为这块瓷被赶出实验室，所以你现在回来复仇，不是复仇，是持证协查。冷柜后面黑盘，别开，有人动过。退。灭火烟雾弹不是炸药，不是为了伤人，是为了毁东西。就是他，原来的我在里面。文燕，把东西放下，那是实验室资料，没有授权你打不开。B03，我不是DD17。打开委托书。秦总，看清楚了吗？你父亲也在局里。原始数据里 B03 和其余残片胎土一致，最终报告里
这几项数值被改了。你懂什么？我懂你改数据。我不改，项目就没了。经费为了实验室怎么活，学生怎么毕业？可这能给实验室发工资，能让项目活下去吗？老师，文物不会骗人，人会。我父亲的公司是不是也被你们利用了？秦伯周当年只是委托整理旧藏，真正指定裴鹤堂进项目的人不是他。是谁？我不知道名字。那你知道什么？我们只叫他藏主。文耀，裴鹤堂离开协查后失踪了。还有，锦城江底刚打捞出一口100年前沉船木箱，现场人员说靠近他会听见声音，他们听不清。你能不能来听听？别打开。你认识？这是我爸的印。秦伯周。10年前，我爸就是因为一批真品变假，被整个圈子踩死。那批货送进库房前是真的，拍卖前一晚变成了假的。调包。当年所有人都这么想，但没人有证据。秦伯卖假货！秦伯周卖假货！我没有换货，有人动过库房。你一直没查过？打不开。密码不是他生日，是拍卖行关门那天。试试0917。别交给鹤堂，箱里有名单。怎么了？这红绳和江底木箱有关。你父亲当年不是调包人，他见外。如果你听到这段录音，说明我没有机会解释了。裴鹤堂带来的人进过库房，拿走的不是拍品，是一口木箱的交接记录。真正要命的不是假货，是木箱里的名单。名单上有一个人，所有人都叫他藏主。秦小姐，这些旧东西该还给藏主了。你是谁？季无痕。听说你能听见不该听的东西。别让他拿走。东西留下，人可以走。你拿枪讲道理？不，我拿枪省时间。别看我，我只是根绳，我什么都没绑过。好吧，绑过，但我不是自愿的。右边货架能倒，踹他！快踹他！怎么了？听不见了，也看不见了。仓主说：“你麻烦就麻烦在耳朵。”断灵一开，100年旧物群聊，全员禁言。文彦替藏主做事，你能听见文物，他能让全世界相信你听见的都是真的，然后让我替假货作证。别把自己想得太干净。文物说真话，可人要活着，得会选边。盒子不能摔，那就让他摔。真正要命的不是假货，是木箱里的名单。谁摔我，我才上岗3秒。左边都。文烨，账册最后一页有鞍马，别再问我了，我胆细得像线。江行0917，沉船编号不是南库，是江行。你真能听见？放下武器。东西呢？人在跑，证据没跑。江行0917是100年前沉船档案编号。别开，名单里有死人。我在江底泡了100年，好不容易上岸，你们第一件事就是撬我。别撬，我锁了100年还没退休。名单不能净见风就完，我都烂成这样了，还要加班作证。听见了。很吵，靠近木箱的人都说耳鸣，打捞队有个队员刚才差点晕倒。他说耳朵里有人哭。伯周，你父亲的旧印。确认，100年前沉船档案编号。
箱体出水后状态不稳定，必须马上开箱抢救。抢救？你们人类抢救东西的第一步就是给我开膛！我看这人眼神不正，像偷钥匙的临时工。锁被人动过，打捞磕碰正常。百年锈锁不会自己长新铁碎。锁眼取样，所有接触木箱的人登记。林副馆长，你很紧张。秦总，我是在保护文物。保护我？他眼睛都快钻我锁眼里了。怎么了？里面有个声音，不像文物。文先生，别制造恐慌。风泥被捕押过，锁被动过，船号和秦博文物和秦博州账册对上，这不是单纯文物打捞。低氧封存，不开箱。不行，拖延会导致内部文物损坏。低氧舱已经在路上，5分钟到。5分钟都等不了。我没退休，但我也没开门啊！别碰！别动我！都说别开了，你们耳朵比铜锈还厚。先找我，别开箱。停！理由？他不是要自己打开，有人做了机关，低氧舱压下去就会拉开箱锁。停舱，排爆组检查箱底。林副馆长，你刚才站的位置正好挡住箱底。好家伙，怕我100年不够，还要给我装机关，人能不能有点边界感？今天谁都别想开着这个箱。所有人后退，木箱周围3米清场。只是细线，可能是打捞缠绕物。打捞缠绕物会绕进锁舌，不是不能开，是不能这样开。我在江底躺100年，谁家水草会打结连锁眼？这是冲我来的，退休申请还没批，就有人想撬我岗位。打捞缠绕物会绕进锁舌，不是误产，是预设机关。林副馆长，你刚才一直催开箱，我是按保护流程办事。别看我，别绑人，我只是跟绳上爬的，你们抓坏人别抓我。和我爸保险柜里的红绳一样。同一批封签，红绳拍照，湿封取样，锁具和铅理线一并封存。不能取，红绳离水太久会碎。林副馆长，你每次急都刚好急在证据上。我香凤斗都漏风了，你们能不能别吵？里面那位睡得不安稳。里面那位，别开箱，先找我。里面不只有名单，还有一桩命案。你听见身份了吗？他不在箱，绑过他的手，但不是在箱里，是船尾。船尾宋听兰，你的命牌掉了。听兰，他也是修复师，不是失踪。100年前的人事档案和现在开箱无关。你怎么知道无关？林修远，暂时停止你参与现场处理。韩队，你不能凭他几句话。凭现场机关锁眼心痕、封泥2次压痕，以及你多次阻止取证。看见没？正经办案还是得查监控和证证物，别老撬我，我也有尊严。箱子暂不开，下一步复查江航9917沉船船尾区域。谢谢。不好，有人在下面动船毂。韩队，水下机器人画面异常，船尾区域有新翻动痕迹。只是轻表层淤泥，不碰船毂。继续。宋听兰，调江航0917随船名单，不是坠江，他是被绑下去的。那绳结我看着都勒得慌。我说了，我不是自愿的，打死结，绑的人是脚踝。看绳结，不是水流缠绕，是人为打结。按命案现场处理。我不知道，100年前的沉船，谁能知道下面埋了什么？林副管宣长，你早知道船尾有东西。他不知道，那他刚才急得像箱子里有他工资条。查他办公室。韩队，林修远办公室碎纸机里找到半页复印件。他们是谁？我不是坠江，我是护着名单，被他们沉在船尾。宋听兰不是事故失踪，是灭口。我会立案。他名字找回来了，现在该找害他的人了。名单上有买主代号。洪绳说，手印和绑宋听兰的人有关。放大手印。我爸当年查到的也是这只手。终于认出来了，我在水底憋了100年，就等你们看这一眼。又是那个断灵。裴鹤堂，站住！你还敢来？
我不是来抢名单的，他不是主人，只是看门的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告诉你们，名单上的鹤是看门人。我替藏无生守局，替他剑甲成真，替他把旧案封进地下。可我从没见过他的脸。藏无生是谁？藏无生不是一个人，是一张买主网，谁掌握名单，谁就是藏主。裴大师，话太多，命就薄。抓住他！想拿，先过我这关。箱子不能摔，我就请假1秒。右边有人。文燕，你听得见古董骂人，可你听不见活人撒谎。藏主只收有用的人。旧港3号码头，别信你听见的。完了，他拿走的是地点，不能去，那里绑过人，名单少一半，证据就活不成了。那就布控。他走交易地点是想引我们过去。不，他不是引我们去找藏主。文燕，来救我！别信，那不是我肚子里的声音。文燕，箱子里冷。你又听见了？听见了，声音可以复制，残影复制不了。真正的宋听罗不该只有声音，但他在撒谎。小点声，这码头藏人比藏鱼还多。别照我灯芯都退休10年了。左边集装箱有人踩我链子。左边厢区，抓！真声音还在帮你。只有这些老物件是真的。宋听兰那句不对。他们知道名单在我手里。文燕，别带警察，他们会撕名单。听兰前辈，你还记得红绳绑拿那里吗？绑在手腕。放屁！我绑的是脚踝，他手腕是被木刺划的。假货，露馅了。这不是百年木箱，是仿旧道具。文燕，救我！救你个毛！你身上一点土腥味都没有，刚出场还敢装祖宗！他们复制了古董声音，不是复制，是用我的骗我。散开！不错，能听出假声音，可惜你还是来了。我来不是救假宋听瑶，我是来找你的信号源姬无痕，你被包围了。住手！名单毁了，藏主就永远不存在。我所传的时候，你爷爷还没学会打劫。藏无生在哪儿？你以为拿回名单就赢了？你刚才听见的陷阱，只是第1层。文燕，他拿走的不是名单，是开箱的最后一把钥匙。谁批准你开门的？我100年工龄，你连手续都不补！别开，我肚子里不是宝贝，是你们祖宗留下来的烂账。藏无生要的是这个，那你拿错了。不许动！你手里那张是我们昨晚故意放出去的假钥匙。哎呦，刚出场就被点名，脸疼不疼？我就说这人脚不虚，像跑堂的，不像老板。下班，这破铃终于报废了。右下角，油布下面还有夹层。若有人听见此物，请把名单交给活着的人。藏无生不是一人，是一群买命的人。所以我爸查的不是文物案，是买主网。你是谁？文燕，你们抓到的永远只是看门的。裴鹤堂是上一任，我是这一任。只要名单还有买主活着，藏无生就不会死。看门人会换。我父亲哪儿？秦伯周当年没死透，可惜也没活成人。别被他带节奏。不好！我夹层被远程点火了，撤，带名单走。那你呢？走，我锁了100年，今天加班1次。文燕，没事儿，箱子骂得比火响。我谢谢你夸我。文燕，恭喜你，终于听见我了。他不是藏无生。